好了好了，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，老夫要继续下棋了。好了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，老夫要继续下棋了。童子对其他修士一摆手，摇头晃脑地说道。随后他竟真的一低头，审视起身前的棋盘来。灰衣老者等人一听此话，不敢怠慢的口中称是。接着就由黄衣修士带着从另一个偏门走出了大厅。真没想到白道有近视。宋玉师妹，你事先就知道此事吗？百巧院的中年修士一走出石厅没多远，就忍不住的叹息道：不知道，蓝前辈只是说要在此地处理一点事情，我又怎敢多问。宋玉的脸色也有些不太好看。听了这话，中年修士不再多问的闭嘴不言。后面一干年轻弟子经历过刚才的事情，更不敢随意的开口了。在有些沉闷的气氛中，韩立等一干人通过一个长长走廊，一拐弯后又被带到了一扇淡黄色石门前。而在此门前，一个披头散发之人动也不动地盘坐那里。虽然因为乱发遮面看不清这人的面目，但是此人头发灰白，年纪绝不会太小的样子。宋玉一见此人，脸上却露出几分恭敬之色。魏兄，世间大会的弟子我已经带来了，现在是否就让他们进去？既然已到了这里，那就进去吧。唇叶比预计的还要迟一点流出的样子，这些弟子要多等一会儿了。披发之人淡淡的说道，声音竟出奇的稳重深厚。韩立目光在此人身上飞快扫过，眼中寒芒一闪即逝。这披发修士竟是一位结丹后期修士，而且已处在了巅峰的假阴境界，这让他对此人不由得多注意几眼了。这人竟是落云宗的修士。与师弟啊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也有几分老态了。披头散发的修士轻叹一口气，悠悠地说道：师兄，你为何？好了，你我师兄弟还能再次重逢，也算是缘分未尽，当年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。我进入此地时就发过毒誓，一日不凝结成阴，一日不会出山的。况且我也从两位师叔那里知道，宗内的一切都被冯师弟管理得井井有条，我更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这位魏师兄平静地说道。灰衣老者闻言，神色有些黯然的，原本想脱口问出的话语，一下咽回了肚中。几位师弟稍等一二，我这就将禁制打开，让几位带队进入圣地。这位魏师兄站起身来，从袖中飞射出一道法诀，打在了黄色石门上，顿时石门无声无息的一分为二。韩立尚未看清楚里面的情形，就感到一股精纯灵气从门内扑面而来。果然，里面就是那灵眼之术的所在。不过他心里略一比较，这灵气精纯程度绝不在他那灵眼之玉之下，甚至还要略胜一筹，真不愧为最顶级的灵眼之物。在披发老者的带领下，韩立等人走入了门内，眼前蓦然出现一座巨大的钟乳洞窟。此石窟长宽数百丈，高20-30丈，猛一看犹如走进了地下世界一般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在地面上生有一根根大小不一的钟乳石柱，从而形成一片天然石林，将石窟大部分地带都围得密密麻麻，仿若小型迷宫一般。韩立仔细一望之下，就看到石柱之间隐有白色灵光闪动，一看就被人施展了什么禁制在里面。韩立正暗自思量之间，披发老者已带着几人走到了石林边缘处，手掌一翻，多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白色古镜。随后老者二话不说的念念有词，一抬手从镜中喷出一股白的光柱，直射向眼前的石林处。噗嗤一声传来，光柱犹如泥牛入海一样，转眼间遁入林中，不见了踪影。老者随后将小镜一收，就双手倒背地站在原地不语了。一些年轻的弟子正在奇怪间，地面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，接着让众低阶修士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。大小石柱同时放出乳白色荧光，随后大片黄芒从林中升起，部分石柱当着众人面就开始眼花缭地顿移起来。一干年轻弟子从目瞪口呆中清醒过来时，石林已分开了一条笔直的小路出来。看到这一幕，韩立神色微微一动，但随后脸色如常。众人沿着这条小路很轻松地走到了石林中心处，在那里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灵眼之术。这东西真是灵眼之术？看着眼前丈许高的东西，韩立有些无语了。这根手臂粗细、颜色淡绿的笔直东西，说它是一根青石柱，恐怕大部分人都会相信，一点无法让其和树联想到一起。不过，整座洞窟惊人之极的灵气，的确是从这根疙疙瘩瘩的石柱中发出的，而且石柱外面更是有一层淡金色光照，将它从顶部到根部全都照得严严实实。光看这般小心的样子，这灵眼之术应该不假才是。韩立虽然满肚子的腹诽之言，但是灰衣老者等修士见到此术，却纷纷露出火热的目光。若是修士能直接在此树下修炼，只要不碰到瓶颈，恐怕足可以缩短修炼时间一小半啊。韩立却没注意灵眼之术多久，目光一扫之下，
落在了灵树之下的一个玉瓶上。此瓶子高约半尺，上细下粗，里面隐隐有股他熟悉的药香气息悠悠散发出来。难道这就是那配着大半的明清灵水？韩立心中思量道。其他人在离灵眼之树数丈远距离时，都自觉停下了脚步。只有披发老者毫无顾忌地快步上前，那层淡金色光照竟似对其丝毫不起作用，让他是若无物地穿照而进。老者几步走到灵眼之树前，围着其绕了2圈后，单手一抬，竟将手掌搭在了灵树的中间部位，接着微意催动灵力，5根手指的指尖处有绿光闪动。光照外的其他人见此情形，虽然大部分都不知此位在做什么，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屏住气息，生怕惊扰了披发修士。半晌之后，披发老者才微一摇头地收回了5指，绿光一闪，即逝地消失不见。灵树体内的纯叶还未到摘取的最佳时机，还要再等3、4个时辰左右。在这之前，你们就先在附近盘坐休息1、2，我先把明清灵水最后一步调配完成，只等滴入纯叶即可。披发老者一转头后，沉声冷静地说道：“一切就依魏兄所言。”中年修士和黄衣修士点头称是，那与姓老者更不会有其他意见。于是韩立等年轻弟子在几位结丹期修士的吩咐下，一一在这石林中心处盘膝坐下，或闭目养神，或吐纳修炼。而披发老者则一低身，伸手抓起了灵树下的玉瓶，接着衣袖随意的一甩，顿时淡金色光照忽然发出刺目的光芒，再也无法让人看清里面的任何情形。见此情形，其他人自然无所谓的样子，但韩立却眉头一皱，忽然暗自呼唤气灵银月来。韩兄叫我，有什么事吗？银月的声音悠悠传来。我记得你精通土遁之术，能否暗自从地下潜进那光照之中？不要你做什么事情，只要将这灵眼之树灵根给我取出1节出来即可。韩立淡淡的说道。韩兄稍待片刻，我用气灵之身试试就回。随着此话出口，银月当即化为一只拳头大小的迷你小狼，从韩立身下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地而入。韩立则表情不变，微眯着双目，一副正养神入定的样子。忽然韩立眉梢一挑，眯着的双目忽然间目光微微一转，让人难以察觉地落到了大汉杜东身上。此人盘坐在人群一角，动也不动地垂手结印，仿佛正在吐纳修炼的样子。见此情形，韩立嘴角一翘，隐含一丝若有若无的讥讽之色。别人没有察觉到杜东的小动作，但韩立为了以防万一，早在进入此地时就用神识监视着此人的一举一动。如今杜东虽然低手盘坐在地上，但是嘴唇一张一合之间微抖着，分明在和什么人进行传音私语。这屋里竟还有杜东的同伙。为怕惊动了对方，韩立没有强行听取他们的传音，自然也不知道另一人是谁。但能在他神识一扫之下躲过而没有暴露的修士，那只有此屋的4名结丹修士了。韩立脑瓜飞快转动个不停，目光在这几人身上一一飘过，一时倒也判断不出哪一个更可疑一些。就在这时，韩立脑中响起银月的传音声：“韩兄，这灵眼之树根部同样被光照护在了其中。我虽然有办法强行遁入罩内，但不敢保证不惊动罩内的结丹修士。道兄是否需要我强行破罩进去？”银月轻声地说道：“不要轻举妄动，硬抢手段只能留在最后无机可乘时再用。我估计此地不久就会有一场混乱，到时候再行动也不迟。银月，你先回来吧。”韩立想也没想地否认了对方的建议，并召回了对方。银月一听了韩立的话语，没有任何违抗的意思，迷你银狼无声无息地偷溜回了韩立体内。随后韩立闭上双目，除了暗自注意杜东的举动外，不再有其他的动作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那杜东闭嘴不言了，并同时抬手四下打量了一下，眼中隐有诡异之色闪动。韩立心中一凛，正思量对方是否要行动时，谁知杜东再次的低下头去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韩立微微一怔，有些奇怪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声音猛然间传来，接着整座洞窟猛然颤抖狂摇起来，所有打坐的修士都蓦然心惊地睁开双目，脸带骇然之色地互望起来。灰衣老者等3名修士同样面露一丝亚色，其中黄衣修士眉头一皱之下，急忙起身往石门方向走去。但是未等其走到跟前，洞窟大门就自行打开了，长脸老者神色阴沉地走了进来。胡师兄，出了什么事情？黄衣修士急忙问道。这里果然暴露了，外面突然出现一群藏头露尾的修士在攻打谷外法阵，不但有结丹期的，好像还有元婴期老怪掺杂其内。看样子不是正道猛火，就是魔道6宗的人，其他势力绝没有这么大的手笔。蓝前辈已经出去主持大阵了，不过对方人多势众，你们几个也跟我出去策应一下，这里只要留位师兄1人即可。至于给这些弟子洗目之事，暂且搁后。岳道友，你将这些弟子带到净室去，在此期间，只要有人敢进入圣树洞窟，魏师兄你就格杀勿论就是。长脸老者面带杀气的一口气说道。我知道了，胡兄，你就带其他人迎敌就是，我会看好此地的。
光照中传来披发老者平静地说道。长脸老者闻言，神色一缓的点点头，当即带着灰衣老者士和百巧院的中年人匆匆出去。黄衣修士见此，转脸对韩立等一干弟子毫不客气地吩咐道：“你们都听到了，洗沐之事暂时拖后，先跟我到净室躲避一二。”随后他就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去。年轻修士们不敢怠慢，急忙紧追跟去。韩立见杜东老老实实的跟着一干弟子出了石林，又走出了洞窟，并没有什么异动，不禁暗自冷笑一声。他也不动声色的跟着众人一起行动。既然连杜东这个心怀不轨之人都沉着至此，他又何必焦急呢？不过外面发生的事情，难得真和杜东此人有关，这时间也未免太恰到好处了。杜东在此地，还和外面之人有联系不成？韩立心里还有点疑惑。片刻后，10名弟子被黄衣修士东转西拐一大圈后，被送进一间较大的石室中，随后嘱咐了几句，人就匆匆的离去了，显然是打算过去助战。这时远处的爆裂声更大了一些，地面也晃动得越发厉害，仿佛外面正陷入苦战之中。这些年轻弟子虽然有些忐忑不安，但一见黄衣修士离开，就不觉就按门派分成了数堆，低声议论起来。韩立、杜东、穆姓女子和孙火4人也自然站到了一起。真没想到古剑门的白师叔竟是正道盟的奸细，亏我以前觉得他也是散修出身的结丹修士，对他还敬仰得很。孙火这句话似乎闷在心底好久了，首先叹气地说道：“孙师弟，你真以为散修那么容易结丹？没有大典家族在背后支持，有几人有机缘进入结丹期的？倒是孙师弟是货真价实的散修出身，听说有不少家族已经有意想招师弟入赘。师弟不如挑选一个加入即可，以后在修炼上自然必助众多。”穆姓女子冷冷望了青年一眼，毫无感情地说道：“嘿嘿，孙某还真不相信修士非得有家族才能结丹，在下不才，倒不屑入赘什么家族。”坚毅面孔青年冷笑一声，又豪兴大发地说道。然后他下意识地瞅了几眼艳冷女子的貌美面容，目中露出一丝热切之色。但穆姓女子似乎对此毫不感觉，并没有再接口什么。不过这位白师叔说起来也是一位可怜之人。杜东进突然在一旁开口道：“可怜？杜师侄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孙火闻言不禁一怔，面带一丝疑色。穆姓女子明眸中清光流动，同样面带亚色的望向眼前的大汉。杜东闻言一笑，一反平常憨厚模样的没理会二人，反而目光一转，忽冲韩立阴阴地问道：“韩师弟，你认为杜某说的有没有道理？”“不知道，在下对这位白师叔了解不多，怎好评价？”韩立见对方将话头直接指向自己，丝毫惊慌之色没有，神色不变的悠悠回道：“是吗？可我怎么觉得，杜师侄，你太放肆了，没听到我问你话吗？”杜东还想再说些什么时，一旁的孙火见这位师侄竟不理会他的问话，不由得有些愠怒地训斥道：“说这么大声干什么？我又不是没长耳朵，你的问话我自然听到了，但是我实在没有兴趣回答这种废话。”杜东斜视了青年一眼，目中寒芒一闪，忽然脸露狰狞之色地说道：“什么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穆姓女子终于发现了不对劲，玉脸一沉之下，纤手悄然地按在了储物袋上，寒声问道。其他2派弟子这时也发现了他们几人间的异常，都有些惊讶的全都望了过来。嘿嘿，魔道千幻宗的嫡传弟子，这个答案2位师侄是否满意啊？忽然一声男子的话语从屋外冷冷地传来，接着砰的一声巨响，净室大门瞬间裂成了数块，碎石四散激射。室内弟子个个心里大惊，急忙纷纷掏出法器，全做出了警惕之态。一个熟悉的男子身影出现在了碎门处。白师叔！一名古剑门的弟子一见此人，不禁脱口大叫道，随后脸色大变，满脸难以置信之色。其他弟子一见着蓦然出现的青袍儒生，同样的目瞪口呆和手足无措。他们这些人可亲眼看到当初此人被制住然后被收禁的，如今怎会出现在此地了？而且看对方精神奕奕的样子，哪有丝毫法力受禁的样子？怎么才来？若是再不出现的话，我们就先行动了。杜东一见白姓修士出现，却毫无意外之色，反而冷冷地质问道：“哼，你怎知道那老怪物剑丝的厉害？虽然早就有了准备，但当时真被制住了。要不是你们再三保证，对方心有忌惮，绝不会伤我性命的。你以为我会和你们合作吗？”白姓修士没客气地回道：“嘿嘿，我们也没想到，竟是这老怪物亲自出马。不过一切都和预料的差不多，焚师叔和贵阁的秦前辈应该能为我们争取到足够的时间。”一听2人的一问一答，其他年轻弟子虽然不知道出了何事，但也知道大事不妙了。一名古剑门的弟子倒也机灵，当即化为一道红光，玉气向石门方向冲去，打算夺路而逃。但是这名弟子才一飞过白姓修士身侧，
儒生脸上煞气一生，刺目白光一闪即逝。惨叫声响起，弟子和法器瞬间就被斩成了2截，死尸扑通一声跌落到了地上。一见刚刚还在一起的同事弟子，转眼间遭了毒手，其他修士脸色煞白，五颜六色护罩和防御法器纷纷放出，大部分人死死盯着儒生，不敢移开片刻。一时再没人敢轻举妄动。木姓女子神色大变后，一下远离开杜东，放出了自己的丝带法器护住全身。至于那孙火，则在儒生出现的瞬间，人就悄然后退几步，目光在儒生和杜东之间转动个不停，脸色难看之极。韩立悄无声息地滑移到净室一角，目光闪烁不定地望着这一切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就在这时，杜东忽然身上气势狂涨，整个人黑光罩体，面孔脖颈浮现出丝丝的黑色符文，然后人就在光芒中体型暴涨，猛然化身成一个身高2丈的巨汉，面目狰狞，两眼碧绿，修为一下涨到了结丹中期的水准。好，要论藏匿变幻的功法，千幻宗在天南说第2，绝没人敢说第1了。大罗千幻诀的确名不虚传，不愧为贵宗的镇派法诀。白姓修士一见杜东这般惊人的变化，不禁反喜的抚掌大笑。哼！杜东变换成的巨汉冷哼一声，没有接口什么，反而阴森目光在其他人身上一扫而过后，重新落到了韩立身上，脸上一丝厉色闪过。嗖，扑通，2声接连响起。室内修士只见巨汉身影一晃，一阵狂风后，就栖身到有光罩护身的韩立身边，接着一抬手，瞬间击碎光罩，单手快似闪电的插进了韩立胸腔中，然后一缩，掏出了一颗鲜血淋淋的红心出来。韩立的尸体一下倒落在地。啊！其他弟子见此血腥场面，惊怒交加的低呼一声，以为对方终于要大开杀戒，而个个心惊胆战开来。咦，如此顺利的击毙对方，巨汉却面露一丝古怪之色，仿佛有些不太相信对方如此容易身死。他眉头一皱之下，看了看手上的红心，上面还有些余温存在，的确是击毙了对方无疑。你在干什么？这里弟子不是想杀就杀的，有几个颇有些来头。其中一人是那天恨老怪物的嫡亲后人。不要胡乱出手！儒生一见杜东爆然出手，大吃一惊的怒喝道：哼，你能杀一个人，我为何不能杀？再说这小子有些古怪，自然要先下手为强了。天恨老怪物的后人绝不会是此人，这人是和我一样的刚入门弟子。杜东淡淡的说道，随后将手中之物丢下。你心里有数就好。虽然不知道天恨老怪后人是男是女，入的是哪一派，但是那天恨老怪神通广大，3派为了教好他，肯定会让他后人入选10名弟子的，好有亲临洗目的机会。要是真误伤了此人，麻烦可就大了。至于我杀的那人，自然也是熟知根底的，绝不是老怪的后人。儒生神色一缓之下，仍有几分凝重的说道：好了，剩下之人我不会随便动手了，不过当然也不能让他们随意捣乱，就让他们好好躺一会儿吧。说到这里，杜东就滴溜溜的在原地一转身，身上黑芒突然间狂土飞卷，遮天蔽日，将整个净室都罩在了其中。而其他修士听到他们前面的对话，正心中一松之际，就被这些黑光瞬间罩住，顿时一个个头晕目眩之下，人事不知了。望着室内众弟子全都昏迷不醒的样子，儒生点点头，面露一丝满意之色。走吧，不能再耽搁下去了。知道了。二人一说一答之间，立刻大步向门外走去。不过当杜东走到门口时，心中微有些不安，不觉得又看了一眼被他开膛破心的尸体一眼，见韩立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，早已死得不能再死的模样，他不禁哑然一笑，觉得自己疑神疑鬼了，就安心的随儒生离去。二人一去，竟是自然鸦雀无声的寂静起来。但是仅仅片刻后，屋内却蓦然响起了年轻女子悦耳的声音：韩兄，我这天狐迷灵大法是不是在那大罗千幻诀之上啊？那人修为不弱，但却连杀死的是否真人都不自知，真是好笑啊。随着女子的话语，原先躺在血泊中的韩立尸体冒出淡淡白光，然后化为了一团银芒，凝聚成了一只尺许大小的雪白小狐，正摇头晃脑地说道：的确不错，但是你明明前身是银狼一族，但竟然精通狐族的法术，这真是一个艺术啊。不过这也是他二人修为并不太高的缘故，若是修炼到了结丹后期，恐怕就无法如此容易欺瞒过去。而且大罗千幻诀也真是不同凡响，最起码此人掩饰修为时，连我都无法判断出对方真正的修为。韩立的声音从白狐身后数尺的墙壁上悠悠传出，然后黄光一闪，他手持狼手玉如意从石墙中浮现出来。不知何时，韩立竟悄然遁入了此墙中，进室内留下的韩立，竟是银月借用白狐之躯幻化出来的替身。虽然这化身之术不能持久，但应付一时半刻和2名修为不太高的结丹修士，倒也没有什么困难。这功法真是如此厉害，不是被韩兄一眼就看出不妥了吗？银月还有些不太服气，
撇撇嘴的说道：“我修炼过大眼诀，单以神识而论，就和元婴初期修士也差不了多少。若这样还无法发现对方的不妥，那这法诀在隐匿藏形上就不是天南地一了，而是天下第一。”韩立不以为意的说道。白狐听了这话，歪歪毛茸茸的小脑袋，并没有再反驳什么了。韩立几步走到了屋子中间，目光一转之下，其他人昏迷不醒的样子尽收眼底，但目光闪动后，最终落到了那黑衣青年梦迪身上。小胡似乎看出了韩立的想法，几个蹦跳后落到了青年身上，将其腰间储物袋毫不客气的一口拽下，然后飞窜回韩立身边，乖巧的递了过去。韩立微微一笑，没有客气的接过储物袋，接着神识一扫之下，就将那装着定灵丹的玉盒摸了出来，随后又将袋子漫不经心地扔回到青年身上。反正此物以对方修为用不上，他自然毫不客气地笑纳了。走吧，那两人应该到了灵眼之术的洞窟内，我们也跟上去看一下。韩立将盒子收好后，一磨下巴轻声招呼道，然后大袖将白狐一裹，化为一道青虹从净室内飞射而出。这时外面的爆裂声仍然连绵不绝，一刻都没有停下的样子。韩立听了几声后，就眼中一丝疑色闪过，不再理会。等韩立到了洞窟外时，石门大敞，禁制全无，那二人已经进去了，而且里面正隐隐传来惊怒的话语声：“魏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事到临头，竟然突然反悔了？你难道忘了宗主当年对你的大恩了？还是真在落云宗待了这多年，真忘了自己天煞宗弟子的身份？”正是杜东气恼之极的呵斥声。韩立闻言心中一动，正想过去时，忽然间神色一变，蓦然从原地消失不见。因为他神识没有感应错的话，这洞窟中竟同时有7、8人之多，其中一人赫然是元婴期修士，他和其他几名结丹期修士都悄然隐匿在洞窟地面之下，一副瓮中捉鳖的架势。随后他悄然潜进洞窟中，远远藏在一角，不动声色的冷眼旁观起来。地下潜藏的几名结丹修士都被一层淡黄色光照护在其中，施法之人韩立倒也熟悉，正是那名因在外面御敌的蓝姓童子。也就因此，上面3人至今还未发现地下埋伏的诸人。韩立神识轻探之下，还发现光照内身边赫然是蓝衣修士和灰衣老者等人，另外多出的2人竟是复姓老者和儒生的双修伴侣。那位白衣少妇，少妇脸色煞白无血，手中还提着一位昏迷不醒之人，正是那长脸老者。见到这几人，隐匿身形的韩立倒吸一口凉气，同时心里略有些疑惑：外面的破阵之声可一刻都没有停下过，现在是何人在外面御敌，还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破阵，只是一个圈套而已？就在这时，金色光照中传来披发老者平静的声音：“我知道，正魔两道在木兰草原附近发现了一株上古时期的玄天仙藤。此仙藤虽然早已枯萎，但若是用这灵眼之术的纯液浇灌的话，却大有可能枯木回春，重新将其救活。所以我等几名潜伏3派内如此多年的弟子，才会不顾一切的被马上启用，甚至连当初执行的颠覆3派的计划都不愿顾及了。而杜道友身为千幻宗少主的身份，也不惜以身犯险的前进来，并带来上面的命令，督促我们正魔联手合作。”披发老者缓缓说道：“怎么，魏兄在此地100余年，对此地还留恋不舍起来了？”儒生略带一丝讥讽说道：“不舍谈不上，但是这么多年下来，感情总还是有一点的，毕竟人非草木，谁能无情？况且当年落云宗云长老待我如同亲子一般，不但传授我一身的道法神通，更曾数次在危急中救过我，还力排众议，差点让我执掌落云宗的大权。这等恩情，魏某无法做到视若不见。这灵眼之术，在下不会让2位道友带走的。”披发老者面无表情地在光照中传音道：“好，好，这么说，魏兄真打算做货真价实的落云宗长老了？不过别忘了，我们将你真实身份一说，你还真以为一个天煞宗奸细，能在此地继续逍遥下去吗？”杜东所化大汉怒极反笑起来，阴森地威胁道：“这不用阁下提醒，在下也知道此事。2位道友以为魏某是因何被拘束在这圣地内，而不得随意返回落云宗？在下早引起了2位师叔怀疑，只是没有确切证据，这才被强行借去宗内大权，困守在这方寸之地。当然，魏某同样也受过天煞宗的大恩。杜道友刚才给我看的，也的确是谢宗主信物，所以灵术我虽然不能让你们移走，但是纯液却可以分给你们一些，这也算报了当年天煞宗的大恩。”披发老者冷静异常的又道：“什么？只给我们纯液？行，把纯液给我们也可以，只要纯液到手，我等也不是真的稀罕这灵眼之术。毕竟我们魔道和天道盟天地宝物不计其数，就算没有灵眼之术这等存在，但灵眼之拳和灵眼之石这等东西，还是能找到不少的。”在儒生想要再说什么时，杜东却忽然神色一缓的满口答应道。儒生闻言怔了一怔，但随即斜瞥了一眼杜东，想了想后也就闭口不言了。毕竟他接到的命令是一切都听这位千幻宗少主吩咐，
虽然不知道正道盟什么时候和魔道六宗走得如此近了，但看看对方如何处理此事，这倒也无妨。既然两位道友都同意了，那在下这就以装好的纯液从禁制中扔出去。丑话说到前面，两位若是趁我将禁制暂时放开的瞬间，若想偷袭的话，可别怪在下翻脸无情。披发修士冷漠地说道。嘿嘿，放心，我二人自不会做如此蠢事的。毕竟玄天仙藤是大，这灵树是小。杜东神色不变地保证道。披发老者点点头，伸手往储物袋中一摸，掏出了一个白色小瓶来。你二人准备什么？是不是要将我们三派的至宝拱手资敌？未等披发老者说完话，红光一闪，10几道弹箭丝从其身下激射而出，一下将不及提防的老者捆得结结实实，再也无法动弹分毫。同时，洞窟石门处也有黄光闪动，傅姓老者等人脸色阴沉地出现在了那里，将杜东二人去路堵得死死的。儒生和杜东一见此景，脸色大变。这时，被制住的披发老者身后显出了蓝姓童子的身影。好，很好，我们几个老不死的早就知道，正魔两道在我们三派内安插了不少奸细，对你们几个也都重点怀疑过，只是没有确切证据，才迟迟无法痛下杀手清理门户。毕竟你们已是结丹7修士，万一误杀了，可是宗内的重大损失。但现在你们主动跳出来了，老夫倒也不用再分辨了。童子望着二人，小脸冰寒地说道。蓝，你怎会出现在此处？外面，白姓修士张目结舌，满脸难以置信之色。倒是杜东脸色虽然发青，但还抢笑地问道：你真以为平粉老怪和精进书生两人就能让我们无暇分身吗？此时他们因被落云宗2位道友带队困住了，外面进攻的声音是我叫人故意假造出来的，否则你们怎会乖乖行动？如此一来，既能将你们这些镇魔家伙一次打痛，不敢轻易再招惹我们天道盟，又能顺便将门内的奸细大清理一次。童子一点欺瞒的意思都没有，淡淡的说道。什么？师叔他们没在外面？儒生原本勉强镇定的面孔终于露出了惊慌之色。白师兄，你真是正道盟的奸细？白衣少妇看着眼前的双修伴侣，忍不住的颤声问道，脸上一丝血色都没有。听到少妇此问，儒生脸上慌色一时隐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满面苦笑之色，张嘴想说些什么，还是没有说出口来。我也不愿以大欺小，你们两个是自己束手就擒，还是让老夫再活动一下手脚？